Hello， 大家好，我是不随着股市只真心分享价值的 Kevin。你们最近都好吗？有没有持续的在学习投资理财呢？那我们就先来看12月18号联准会的最新消息。联准会最新消息公布出来之后美国股市在台湾的时间12月19号的凌晨就出现了大崩盘。Good afternoon. 美国大盘 S&P 500 指数下跌了将近 3%， 那纳斯达克指数呢最高的跌幅也来到了将近 3.5%。 那联准会到底是公布了什么样的利率决议，导致市场有这么激烈的反应呢？那我们就马上来看。首先我们来看联准会公布出来的最新的预期数据。那你可以看到在2024年的 GDP 的预期，这些利率决策权的官员他们的预测中位数原本在9月份的时候呢 GDP 是来到 2%， 但是呢他们昨天公布出来的时候呢，他们认为今年2024年 GDP 会来到 2.5%， 就连明年2025年他们也上调了 0.1%， 也就表示说呢，他们觉得经济还是非常的好，比他们预期的还要好上非常的多。那再来的话就是失业率，也可以发现到他们失业率9月份的时候预期是 4.4%， 现在的话呢则是下降到了 4.2%， 也就是说他们觉得失业率不会大幅的上升。那刚刚的 GDP 高就表示他们认为经济好，那失业率低就表示说呢大家都有工作，那也代表是经济好的一个情况所以呢这就导致他们对通膨的预期就有大幅的上升。扣尔 PCE 它原本在9月份的会议当中呢是表示是来到 2.6%， 在2024年的时候，但是现在呢他们预期扣尔 PCE 在2024年的时候会来到 2.8%， 就连2025年的中位数都来到 2.5%，也就是说呢，他们认为现在的通膨是更加的难缠、更牢固，然后呢更难以下降从上面这几个经济数据你可以发现到，联准会认为美国现在的经济是更好了，美国的失业率更低了，美国的通膨呢还是一样很高，而且呢甚至会更高，但是他们的最新利率决议却跟9月份一模一样，表示说其实在他们的心中，他们觉得他们现在的降息已经超出了他们之前的预期了，因为他们之前预期是经济下降，失业率上升，然后通膨下降，他们才会再持续的降息。但是呢这次呢全部都反过来了，但是呢他们还是依旧降息。所以我们从这边的数据其实就可以预测到，联准会在2025年的时候应该不会降息太多，因为他们已经把他们的扣打先给全部用完了那事实也是如我刚刚所讲到的一样，联准会他们预期2025年的扣尔 PCE 呢会来到 2.5%， 比他们原本的 2.2% 的预期还要上升了 0.3%。然后呢这也就导致呢他们的降息从原本9月份的时候呢预期中位数是来到 3.4%， 现在也上升到了 3.9%那降息的幅度呢直接减少了 0.5%这也是导致12月19号股市大跌的原因那我们再来看联准会他们的利率点阵图，2024年他们对利率呢来到 4.5% 到 4.5%， 其实是有非常高度的一个共识，但是呢2025年的话呢就有稍微有点发散，但是大家的一个预期基本上是落在 3.75% 到 4% 之间那现在美国的核心通膨指数是多少在11月27号公布值是来到了 2.8%， 你也可以发现到美国的核心通膨其实已经有好几个月的时间都没有下降的一个情况，甚至有反弹的一个状况那最新的美国利率决议是已经连3降了，那现在利率呢是来到了 4.5% 到 4.5%。 好，那以上是联准会他们公布出来的最新数据。那他们公布出来的这些数据的预期之后呢，鲍威尔当然有在例行的记者会上进行发表讲话，那我将鲍威尔一些讲话的重点呢列出来，然后进行一些解读。他就表示我们在年底的通膨预测已经有点崩解。那我觉得这句话的一个含义真的是非常的大，因为它代表说联准会认为通货膨胀的减速它的进展是大不如预期，原本他们乐观的想法已经被打破了，如今他们必须正视通膨顽固的事实。那鲍威尔还持续表示，未来要进一步降息，我们会观察通货膨胀是否有明显的进展。那这段话其实已经明确的表明，联准会他们未来的政策的方向，他们的重心转为先看通膨再决定利率，他们不再只是单凭就业或者是经济数据，他们现在是必须要看到通膨有实质上的下滑，
他们才会考虑去降低利率哦。那接下来鲍威尔有发一些牢骚啊，他表示啊，我们在通膨的12个月的数据上啊，发现啊，他们都在原地踏步。那这段话的意思就是，他们觉得通膨并未持续的降温，而且呢是停滞在高档的区间很长一段时间。所以呢，现在联准会呢，他们不愿意冒险进行宽松的政策，以免助长物价的提升哦。那接下来记者其实有一些提问，问鲍威尔说，利率政策到底会怎样去降低？它的困难度会很高吗？那鲍威尔就表示啊，从现在开始，如果没有通膨方面看到更大的改善，要再获得降息将是困难许多。其实他这段话真的是非常的鹰派哦。这段话就表示啊，他向市场宣告，未来要想让联准会呢再度放松货币政策，它门槛就是已经非常非常的高了。我就是一定要看到经济的数据，我就是一定要看到通货膨胀下降的实质数据，我才会去进行降息。利率走向宽松已经不是那种剧本上一定会执行的事情了。那接下来他要讲一段话，其实这段话呢，就是在跟所有的投资人讲说，联准会他们现在自己也很难啊。他讲说，当前环境不确定，因此呢，我们需要放慢脚步。这个放慢脚步就像是在雾中驾车，或者是在黑暗的房间中行走一样。那这个比喻其实就强调了他们现在决策的一个不确定性。联准会呢，他现在宁可在那种不明朗的环境当中呢，慢慢的行走，也不要那种过度的莽撞，然后导致犯下严重的错误哦。好，那以上就是鲍威尔他在记者会上的讲话。你有没有发现到他这次讲话真的是非常的明白哦？以前大家问他说你利率到底会不会调降，他都会说我们要看数据我们才能决策。他这次的讲话，他的记者会其实就是表达出非常明显的一个态度。那我觉得这个态度啊，其实主要也是因为过去这3个月，从9月份到12月份，你有没有发现，不管是比特币、美国的大盘、台湾的股市大盘，或者像是一些个股，像是 NVIDIA、特斯拉，他们的股票在过去3个月啊，哇，暴涨都非常的多啊。所以呢，现在联准会就是希望把这种市场上过度乐观的情绪给压制下来。因为当你市场上过度乐观的时候呢，你通膨要压下来是非常困难，所以他才会讲出这么鹰派的发言。因为毕竟啊，未来的政策还是非常的不确定嘛，像是川普还没有上任，而且我们都知道川普上任之后呢，他可能会提出一大堆的关税政策，这也会助长通膨。我觉得现在联准会真的是骑虎难下。那我们债券投资人应该怎么办？我自己的话呢，我就是不太在意这些事情，因为我就是直接去购买美国公债，然后呢持有到期，拿固定的利息跟本金。现在如果呢利率呢一直维持在高位，对我来讲也是一件好事。因为我是一个传统的债券投资人，我就是持有这些债券。如果它利率很高，那我就可以一直买到高利率的债券，然后呢一直领它固定的利息，然后呢持有到期，拿回本金。那我当然还会有其他的投资，像是股市的投资。那我股市的投资才是我主要赚钱的一个来源，我主要投资组合获利的来源。那我买美债的话呢，就是因为我有现金部位。那我现金部位放着的话呢，没有利息，那我就会去买美债，然后来领高利息哦。那我这个投资策略呢，其实就跟巴菲特他买美债的投资策略是一模一样的。巴菲特已经买了超过2000亿美元的美债咯。那你投资美债的看法是怎样呢？也欢迎你在下方留言跟我分享你的看法哦。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介绍台湾的高评级公司债券 ETF 在12月份的除息懒人包。那我一样将他们的股票代号、基金名称、挂牌日期还有股价我都放在上面这一边。那在12月份除息的高评级公司债券 ETF 呢，总共有8档 ETF。那资产规模最大的是00751B 的元大 AA 至 A 级公司债，那它是来到了1582亿台币。那受益人数的话，也是这一档最多，它是来到了96466人。那有2档 ETF 是0092B 跟00950B 那这2档 ETF 它是在2024年才挂牌的。那这2档 ETF 它的收益人数也是增加蛮快的都已经破万了。那内扣费用的话呢，现在依旧是2023年整年度的内扣费用那今年过完的话呢，这内扣费用就会更改为2024年整年度的内扣费用咯。好，那平均票息率的话呢，最高的是00792B 的群益 A 级公司债 ETF， 它的平均票息率来到了 5.1%。 好，那除息频率的话呢，有4档 ETF 是月配息的，那其
其中一档 ETF 是00777B 的凯基 AA 至 A 级公司债 ETF， 它从原本的季配息改为了月配息。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12月份的配息殖利率。那配息殖利率最高的是00836B 的永丰10年 A 级公司债，因为这档 ETF 呢，它是属于一档季配息的 ETF， 那它的殖利率的话呢，相对于月配息来讲，它就是比较高的。那比较值得注意的是00777B 这一档，从原本季配息改换成月配息的这档 ETF， 它在12月份的殖利率是来到了 1.2%。那这 1.2%， 我们来看这个表格，那 1.2% 的一个配息，其实它是已经累积了3个月，它并不是只有1个月的配息它这1个月的配息应该要到1月份的时候呢，它才是1个月的配息。那它现在12月份的配息的话呢，依旧是累积了3个月咯。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累积4季的殖利率表现。那最优异的是00751B 的元大 AA 至 A 级公司债 ETF， 它是来到了 5.4%。好，那接下来是存续期间还有填息天数，我也放在下面这边，大家可以自行参考。那收益平准金机制的话呢，这几档 ETF 全部都有收益平准金的机制。想当初呢，收益平准金的机制刚出来的时候非常多的投资人都会依照有没有收益平准金的机制来投资 ETF， 因为有收益平准金的机制，你的配息会相对来讲比较稳定，但是呢，你的报酬总绩效并不会有改变。但是因为相对来讲它配息比较稳定，就很多投资人会想要去投资有收益平准金机制的 ETF，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些 ETF 有一些 ETF 它原本没有收益平准金的机制，那后来呢全部都改了，都改成有收益平准金的机制咯。好，那保管银行跟除息日期我放在下面这边，大家可以自行参考好，那接下来我们来介绍台湾的投资级公司债 ETF 在12月份的除息懒人包。那它一样也是8档 ETF 会进行除息。那股票代号、基金名称、挂牌日期还有股价，我一样放在上面这边。那有2档 ETF 呢是在2024年才挂牌的，那是00948B 的中信优息投资级债，以及00959B 的大华头等美债 15Y 加 ETF。好，那这2档 ETF 呢都是在今年才挂牌的。那资产规模最高的是00937B 的群益业居头等债20加 ETF，它是来到了2400亿台币。那所以人数呢也是这一档 ETF 最多，它是来到了316001人。那内扣费用的话呢，一样也是2023年的内扣费用。那之后的话呢，我会再更新。那平均票息率的话呢，最高的是00959B 的大华头等美债 15Y 加 ETF， 它是来到了 6.6%。好，那除息频率的话呢，12月份的投资级公司债 ETF 只有一档 ETF 它是属于季配息的，那其他 ETF 的话呢都是属于月配息的。那一档季配息的 ETF 就是中信投资级公司债 ETF 00862B。那这边你可能会觉得奇怪，为什么这一档 ETF 它不跟大家一样一起改成月配息的 ETF 了？那我的想法是00948B 嘛，你看 00948B 是中信优息投资级债，如果这档 ETF 就已经是月配息了，然后你又把00862B 的中信投资级公司债你也把它改成月配息的话，那中信投信上就有2档投资级的公司债 ETF 都是属于月配息的，我觉得会有那种互咬的感觉啦。好，所以呢中信投信的话呢可能是考虑到这一边，所以呢它是发行了新的债券 ETF， 然后呢来当做月配息的。那原本这一档 ETF 的话呢它就持续是季配息的。好，那这里面的话呢还有2档 ETF 它是从季配息改成月配息的，那是00840B 的凯基 IG 精选 15Y 加 ETF 以及00890B 的凯基业居 BBB 债15加 ETF。那这2档 ETF 呢，他们都是从季配息改成月配息的。那他们这次配息的一个力度呢，是只有1个月的，因为他们过去的话呢是2月、5月、8月跟11月份进行除息的，所以呢他们改成月配息之后呢，刚好来到了12月。那12月份的话呢，它就只有累积1个月的配息跟我们刚刚所介绍到的00777B 的 ETF 是不一样的。那12月份配息最优异的就是00862B 的中信投资级公司债 ETF，因为这档 ETF 的话它是属于季配息的，所以它配出来的就比较多嘛。那其他月配息的 ETF 其实它们差距就没有到非常的大。好，那累积4季的殖利率表现最优异的是00740B 的富邦全球头等债 ETF， 它是来到了 6.5%。好，那填息天数、存续期间我一样都放在下面这一边。那收益平准金的机制，这几档 ETF 全部都有收益平准金的机制。那保管银行除息日期我也放在下面这边，大家可以自行参考好，那接下来我们来介绍台湾的美国公债 ETF 在12月份的除息懒人包。那总共有7档的美国公债 ETF 会在12月份进行除息，
股票代号、基金名称、挂牌日期还有股价，我一样放在上面这边。那资产规模最大的目前是00687B 的国泰20年期的美债 ETF， 它是来到了2508亿。这边我要再提醒大家这边你没看到元大20年期美债 ETF， 是因为它不是在这个月份进行除息的。不要再跟我讲说，为什么你的表格当中有些 ETF 都没有列出来？因为我只列出当月除息的 ETF。那受益人数最高的一样也是00687B 的国泰20年期的美债 ETF， 它是来到了297133人。那内扣费用的话呢，是2023年的内扣费用。好，那除息频率的话呢，是全部都是属于季配息的 ETF。如果你想要买那种月配息的美国公债 ETF， 你就要去买美国上市的 TLT。好，那12月份除息殖利率表现最优异的是00687B 的国泰20年期的美债 ETF， 它是来到了 1.3%。那累积4季殖利率表现也是这一档最高，它是来到了 4.9%。那天期天数、存续期间我放在下面这边，大家可以自行参考。那收益平准金的机制的话呢，是有2档 ETF 有，是00687B 跟00764B。那其他 ETF 都是没有收益平准金的机制。保管银行跟除息日期我一样放在下面这边，大家可以自行参考哦。好，那最后就是台湾的各产业类型债券 ETF， 他们在12月份的除息表。那因为产业非常的多，包含了金融债、科技债、电信债、医疗债，还有非投等债等等。好，那这些 ETF 的话呢，我都把它们列在这一个表格当中。好，这边的话呢，大家可以自行按暂停观看。那我一样跟大家讲，就是这几档 ETF 当中呢，总共有7档 ETF 是属于月配息的 ETF。好，那我们可以看到，在12月份除息的金融债都是属于月配息的 ETF。那非投等债的话呢，有3档 ETF 它是属于月配息的，是 00741B、00945B 跟 00953B。那 00710B 的话呢，是还没有改成月配息的，它目前没有这个打算。那其他的那种产业债型，像是科技债、电信债、医疗债，这些债券 ETF 它们都是属于季配息的 ETF。那收益平准金的机制的话呢，只有3档 ETF 没有，是 00781B、00793B 跟 00787B。那其他的 ETF 都是有收益平准金的机制。好，那关于以上的这些表格的资讯以及内容，我都会放在下方的资讯栏以及置顶留言栏当中。如果你想要持续学习投资理财，而且觉得 Kevin 的内容不错的话呢，你可以订阅本频道，然后呢在下方免费的下载，不用填写任何的资料哦。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内容，想要每周都可以定期的拿到我的分析报告，像是联准会的一个动态以及降息的趋势，或者是美债券 ETF 的分析表格，你可以直接去订阅我的电子报。那只要我有更新，我都会用电子报第一时间寄给你哦。好了，我是不随着股市真心分享家的 Kevin。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别忘点个赞再走。Kevin 持续出不易 ，Kevin 非常需要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影片见，拜拜。原本他们的预期的中位数，预期的中位数吗？应该说官员，这些官员他们预期众多预期的中位数当中，众多预测数外的